记得我们那时候是拿什么？重点是那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？安然度过那个晚上，然后能够看江柴火堆可对。没错。再来，我觉得最推荐是OK， 欢迎回到火堆旁的对话。火堆旁总是能够让人说出最真诚的话。那今天我们要聊聊露营的3阶段，从新手探索到熟练，然后享受，再到把露营当成生活的一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来聊聊第一阶段好了。第一阶段我们是新手期嘛，因为很多人第一次露营的时候都有点慌张，就是像火堆刚点燃一样还不稳。对，那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露营的情景吗？我们第一次露营就是第一次露营，对，那个时候我们为了第一次露营，我们先去迪卡侬对买一些装备。对，那些装备呢，出现了天蓝色。对，那颜色全部都是蓝色。对，不过它也有那个咖啡色的。对，那问题就在天蓝色配咖啡色。对啊，这是一个配色的问题。好像也是哦。对，新手阶段就是这样嘛，就求有嘛，求有就好。对对对。对，然后东西呢，就是有一些还会把那个家里的东西拿来，什么？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拿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家里的枕头。有一个大颗，有够。然后最好笑的是还拿行李箱。对，行李箱，29寸行李箱，硬壳行李箱。谢谢。然后重点是那时候，因为我们不知道露营的时候到底要带什么行李，然后枕头要准备什么。对，超好笑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最害怕的是什么？然后还有就是最期待什么？因为最害怕，我们先聊最害怕好了。最害怕。对，我觉得一开始露营那个最害怕的是那个怕有东西没带到。没带到哦，这也是个问题。对。然后一开始很好笑啊，就是在家里准备的时候，对，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该带不该带。然后东西去了之后，派不派得上用场也不知道。对，所以就变成是说，我觉得初学者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，出门之后还要再停一下全联。对，还要停一下家乐福。对，跑去家乐福。我们那时候还去家乐福多买了什么剪刀啊，然后什么夹子之类的。对 ，whatever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们最期待的是什么？应该说那时候我觉得蛮难有期待吗？期待，就觉得说能够安然度过那个晚上，然后能够看到隔天的天亮，就觉得哇，成功了！我成功了，就是在没有钢筋水泥，跟那个什么，就是那种原的文明，然后我成功存活一个晚上的那种感觉。哇，对，没有错。那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期待什么，但是我就是折腾了一个晚上，然后其实都睡不好。每次露营就是如果装备不是那么舒适的话，其实我都睡不好。对。我们在第一次有没有装备买太多的问题，或者是买错的经验？我觉得有几个东西是，如果要今天有个新手来问我，我觉得我会推荐的。像那时候我们买那个十字灯。十字灯。十字灯再后置一下，十字灯。那个十字灯呢，它的问题就在于说，它是用那个，是 Type C 嘛，然后 Type C 充电。Type C 啊。对。Type C 已经不错了，还不是那个 Micro USB。对 Micro。Type C。然后呢，它充电之后，因为电池的东西是这样嘛，用了之后它就会蓄电越来越差。对。所以到最后呢，就是比如入夜我们开始点灯。对。结果呢，我们就一直在为了那个电量在焦虑，一直在充那些灯。其实我不知道它是蓄电力不够吗？还是
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说像灯啊，我们现在这个灯，这个是像3八灯那种形式的灯啊。这种灯它很棒的地方是它里面有那个18650电池，可以再替换掉。对，所以如果说你电池就老化劣化了嘛，那灯壳可以留着，你把那个电池拿起来，又是一盏新的灯了。是，对，所以根本不怕说这个就是它会老化的问题，或者是坏掉或什么。对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值得投资的一个项目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像我们找3八灯这种灯啊，它底下有那个螺纹1/4螺孔，对1/4还是1/8，我不确定，反正就是它螺孔是公规的，所以它就是什么都可以转，你可以扩充，或者是说那个柱子啊、灯柱啊什么都可以扩充，都很好用。对，我觉得新手最怕的就是说，你买到的东西不知道说你后面还能不能够继续用，未来自己还想不想用。所以只有讲到那个蛋卷桌啊，身为新手一定要有蛋卷桌。我就觉得蛋卷桌就是哇，其实还蛮折腾的。它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又重，然后又蛋卷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什么东西都要摆在桌面上。对。然后呢，又扛了一个很大的瓦斯炉，所以你的桌面呢，基本上已经不太有什么可以运用的空间了。没错。如果有瓦斯炉，你就饱了。对。好像是这样。是的。好，那其实新手期的露营虽然很混乱，你知道我们混乱是什么？就是带家里的枕头、带行李箱这些东西的，其实都很混乱。但是呢，也充满了惊喜，就像火堆刚燃起光亮这样子，恰，然后亮起，那就是刚开始那种什么都不懂的情况。好，我们来聊第二阶段好了。我们到了进入所谓的成熟期嘛，就是熟练期。就是等到火堆烧得比较稳了，那露营也开始变得熟悉了。那什么时候才会开始觉得说，露营变得很轻松自在？什么时候？我觉得在使用 IGT 模组之后，我必须说 IGT 模组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它把露营的用品这个通用性，它开始把它规格化。对，这东西规格化之后呢，它就让我们的东西可以开始各种排列组合，然后开始千变万化，然后就开始衍生到你所有买过的东西了，它就开始是变成一套系统。虽然是你不同时期买东西，但它前后是兜得起来的。对，因为它就规格化嘛，IGT 嘛。对。那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放，就是只要同一规格，什么1单位啊，然后什么的。那有没有固定的露营习惯或者是流程？我们好像一定要焚火。对，好像是这样，因为这样才会有那个气氛。对，这样才有火堆可以对话。没错。是这样吗？虽然你抱怨这一次的那个卖家卖给你的是，对啊，那个算是木头是所谓的算是废弃材料嘛，变成废材俱乐部。废材，怎么突然间点名呢？好像不是很好。对，他说，好，那我们露营对生活或者是心境，主要是带来什么改变？你觉得有什么改变？我觉得现在台湾就是国旅，你讲国旅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出游玩的成本。对，像我们去住饭店什么的，像这样子，我们还有一个小朋友嘛。对。然后我们这样出去，基本上住一个晚上，我觉得至少最便宜也要3000块吧。对。那像住过3000多。你看我每次出来玩3天2夜，你看这样子去住所谓的饭店，或者是民宿，其实这件事情就已经超过5000块了。可是，我记得我们每次去台北啊，那个住饭店有停车位的那一种，然后大概要最便宜，而且还是 Agoda 它特价的时候3000多一个晚上，然后重点是小朋友就是跟我们一起睡，因为现在小朋友还没有独立的那个床嘛，那等他大一点，其实房间就会变贵，它会从3000多可能变成5、6千块。
对啊，因为就变成一定要3个床，不是3个床，一大床，然后一小床这样子，3个人才可以睡。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其实我觉得房价真的是比日本跟韩国都还要来得贵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去韩国的时候就很便宜。哦，对，所以这也是讲到说为什么台湾国旅这么贵，我有点不明白啦。对。然后你看啊，那为什么露营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它带来价值是说，它让这个出门玩的门槛变低。你看，都露营地平均大概1200嘛。对啊，1200，最便宜的1000块。对啦，那当然再更高的当然也都有啦。对。那像我们出来玩都是3天2夜起跳，我觉得是一个舒服的情况。那这样子你看2000块以内就可以完成一家3口的住宿，而且还是贴近大自然的。然后重点是我很满意的就是固定房型，对，它固定房型一定很大，一定很舒适，对，而且也可以顺着自己的喜好，对，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啊，可以顺着自己的喜好走，可以展现自己的风格，对，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啊，它让旅游的门槛变低，没有错。那其实我觉得啦，在这个阶段来说，露营不再只是一个，就是不是挑战了，不是像第一次这样那么的惊悚，而是一种开始，就是享受。我开始觉得舒适，对不对？我讲这个就是所谓的成熟期这个阶段，熟练期啦，对。好，我们再聊第3阶段，我们应该算是进入了第3阶段，自在生活期，已经很自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因为我觉得，像这样讲到后面，其实你说露营就是你是出门玩，我觉得它到变成有点像是给自己的状态去充电啊，对，对，像平常你说工作很繁忙啊什么的，有时候压力会累积，那露营对我来讲，对我们家来讲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。因为我们其实是这样，我们工作压力其实蛮大的，对啊，然后面对所谓的客户，然后写方选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是网站设计师嘛，所以我们会面临很多挑战。对，那客户有各式各样的毛需要顺，对，所以也不是很容易的工作啦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像我觉得，像我们上次提到的嘛，就那个装备，有一些装备它跟着你从第一路到现在，有些是他最近才新买，对，其实每一个装备其实都可以慢慢的去聊到，就是说，当初为什么会买它，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它到底跟了你多久，然后其实每个东西它背后都有个故事可以讲，没错，这件事情它变成一种生活的态度，然后一种浪漫，对，然后同时这个过程又给自己充电，所以我觉得露营到后面，我不知道算不算返璞归真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，在这个阶段其实就不太会想要再去追什么东西，就觉得它就是一种把自己的生活去按下一个 reset， 就是重新开始，对，然后细细的品味你所经手的每一个东西，然后从这里面去表达出你对生活的态度。对。那我觉得啦，就是露营不再只是一个活动啦，它对我来说可能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就像这个火堆一样，就是它剩下一点点了，烧的一点点了，然后它依然还是很温暖，对我来说是这样。对，所以我们刚刚聊了一堆，就是露营对你来说是休闲还是生活这个方式，目前就是一种生活。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对，是一种生活，就是我觉得答案其实是一种生活。对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有没有我们自己的所谓火堆旁的哲学，有什么人生体悟？这个东西有点抽象。对，就如果你觉得生活让你觉得有点困扰，你想要换个环境，就
看火吧。发呆吧。我觉得看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抒压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写在我们的 DNA 里面。但是我觉得看火是一个真的很让我很释放压力的事情。对。虽然它一点意义也没有，但是我就喜欢。可是说真的，人在不要想太多、放空的状态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对大脑会比较好。对。因为像我们那么使用大脑的状态之下，势必也是要放空的。对。对。虽然有 AI 辅助，但其实 AI 也不是完全。对啊，依照现在的发展来说。对。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带新朋友入坑好了，你会怎么介绍就是露营的组合？我觉得必备的啦，像好，我觉得要入坑我觉得2大重点。对。第一个 IGT 系统。我也这样觉得。你买过的东西不会没用，知道吗？再来，我觉得最推荐是 TC 棉。TC 棉就是帐篷是 TC 棉，你几乎不用换。对。我超推荐。对。可是刚开始入手的新手，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啊。对。我觉得新手关于帐篷我觉得可以先去租。租看说怎样形式，比如说隧道帐或者客厅帐，或者是说像我们充气帐。去试一次嘛。对。你录个2-3次之后，你会有心得。对。那顺着你的心得，顺着你的喜好下去做挑选，我觉得就比较不会买错，然后冤枉路吧。对。我也是这样觉得。然后还有像我讲那个1860，或者是说通用的电池系统。对。对，不要让你买过的东西它就是它坏了就你拿它没办法。没有错。对。我觉得露营的东西就是耐用啦，然后你也可以摆在家里用。对，摆在家里用其实也很风格，也很棒就是你不要看它这些家具，其实现在露营装备来说都已经很耐用了。对。是这样没错。是已经步入生活阶段。对。所以露营就是成为一个生活的部分，我觉得。对。那就是像火堆的那个余烬嘛，就是现在虽然不再旺盛了，那依然很温暖人心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露营的3阶段就像火堆这个3个状态，就是点燃，一开始点燃啪，然后再来就是燃烧，再来就是余烬，就是剩下那一点灰。那因为每个人都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，所以你觉得自己现在在哪个阶段呢？观众们，所以期待下一次我们火堆旁的对话吧。拜拜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